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韩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议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议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目前看起来美伊开战已经超过1个月了，现在大概是32天。好，那当然我们看到双方原本想说应该会有一些外交的斡旋，但看起来是失败的，因为现在双方持续在打。我们先看到伊朗打击真的是不停歇，他们目前已经到了真实承诺4的第87轮的行动，打击的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多处的军事目标。好，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些画面这是最新公布的革命卫队海军发动了真实承诺4行动的第87波。好，那也对这个以色列跟美国的目标实施了4次的打击。那革命卫队使用的是精确导弹飞弹打击位于阿联酋的一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里头有超过200名的美军指挥官跟中阶军官。那使用无人机精确的打击在巴林一处秘密的住宿地点，召开会议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指挥官。好，也就是说他们对美军相关的位置都有精准的掌握。好，另外呢，我们昨天也特别讲到的就是空中之眼也就是E3的预警机，它被伊朗炸烂了好，那因为空中之眼被认为是可以掌握整个战局的发展所以当然大家现在对于美军的战力认为可能接下来是一个受挫的局面好，因为失去了这款空中之眼的军机，就可能会破坏美军远距侦测伊朗威胁来袭的能力。好，不过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对此还没有做出回应啦。不过照片都曝光了，真的是烂得很可怕这个也没有办法修复了啦好，那美国的前空军上校莱顿呢，他就说这对美国的监控能力真的是一次严重的打击，那可能会影响美国指挥战机的作战，然后引导战机前往攻击目标，保护战机免受敌方飞机或是飞弹系统攻击的能力。那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了泽伦斯基就说我可以保证这个是俄罗斯给的这个精准的部分不然怎么会伊朗这么精准的打击？好，所以呢现在说这俄罗斯恐怕就是提供伊朗坐标跟卫星影像来协助精准的锁定美军的关键资产。好，那美国跟以色列当然是想要斩草除根伊朗的势力，不然春风吹又生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也以软杀伤的炸弹来袭伊朗的电网。好，所以呢在德黑兰这边哇出现了一片黑我们也带大家来看画面这是美国跟以色列的国防军合作，针对的就是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主要电网来发起打击。好，成功的瘫痪了德黑兰跟周边地区的电力供应。好，与此同时呢，美以的联军也持续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试图加大对德黑兰的谈判压力。好，那当然川普现在就说我们已经炸了伊朗1.3万个目标但是还有大约3000个目标待处理。但是他说可能很快就会达成协议。好，但是现在川普说的话我们大家感觉得到吗？反反复复的，所以他说的话就当参考就好好，那美国跟以色列重创，但是伊朗仍然不倒吗？他们说伊朗其实蛮特别的因为他们的德黑兰政权现在看起来相当的稳固，那这可能也是过去美国始料未及的因为他们可能认为斩首了哈米尼之后，整个神权体制就会瓦解。好，他们的政权呢其实建入了一套非常深入社会的利益绑定的体系。好，就是这一套让人舍不得背叛的经济体系，让仅占20%的支持者在外部空袭跟内部压力夹击之下，仍然比反对者更有凝聚力，难以瓦解。好，所以就说这是打造了一个铁粉维稳网那这个就是以色列目前最让人跌破眼镜的部分，他们用高薪还有特权这2个来打造这样子的稳固的政权基础。好，那美国跟以色列的轰炸确实重创了德黑兰的飞弹能力，大幅毁损了4个关键的弹道飞弹生产区和至少29个飞弹发射场。好，那以及德黑兰能够仍然维持持续的发射飞弹，就代表尚未摧毁这个国家的弹道飞弹计划，
而且还考量其重建的经验，以及取得能够填补毁坏生产设备的外国供应链。那部分专家怀疑彻底根除伊朗飞弹的野心啊。好，那目前我们看到啊，盟友之间到底有没有要帮忙呢？看到川普有讲说波湾国家有在反击那这些波湾国家为美军提供了基地，美国也从这些基地来对伊朗发动攻击，但是他又讲到说他们本身尚未直接参与进攻行动。所以看起来啊，波湾的盟友一直拱川普就像以色列一直拱川普打进来现在还要地面战一起打垮伊朗，但是他们不参战了我只借你我们的基地好，那恐怕会重演黑鹰计划的悲剧，因为如果真的在伊朗打地面战现在有一些专家已经评估了这个中东战力美军只有5万，恐怕会有问题我们看到美军过去执行过很多类似这样高风险的任务，但是真的都是惨痛代价的收场。1980年是为了营救这个美驻德黑兰大使馆的66名人质，发动了叫做鹰爪行动。好，当时美军在伊朗沙漠集结地就受挫，然后撤离时更发生了直升机相撞的事故，所以最终导致8名美军丧生任务全面失败。好，另外一个例子是在1993年的索马利亚摩加迪休的行动，那这叫做黑鹰计划。那当时是希望迅速的逮捕军阀而且撤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2架黑鹰直升机遭到击落，导致部队陷入了巷战，最终导致是18名的美军阵亡，更惨，成为了美军特种作战史上的重大挫败。好，那这一次当然也会派一些特种部队进去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什么82空降师等等的，但是过去的惨痛经验，川普一定没有读历史就算英文现在讲了，他也没在看也没在听，所以呢，任何人讲都没有用，他自己才是最正确的。所以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美军进去打了地面战之后，恐怕也是悲剧收场的话，那就很可怕了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的伊朗打击不停歇，我们先问将军。其实这次这个E3预警机被击落可能大家会觉得说，E3只是一架预警机嘛，战术支援的一个战机，那绝对不像说是打下 F-18或者甚至于 F-35来的那么这个动人可是我特别要强调，这次打下这架E3预警机后面所代表的战略含义以及它影响是非常深远也非常巨大的。首先这架飞机被打掉以后，对美军来讲，比损失3个爱国者飞弹连还要严重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伊朗这场战争一开始爆发的时候，伊朗第一件事情就是将美军的普鲁爪雷达将它这个击毁，之后来讲的话，又击落在这个伊朗在约旦那边的这种萨德系统的雷达所以雷达系统对美军来讲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我有雷达，他是看什么？他看伊朗的导弹，伊朗是没有军机的，他不是去看伊朗军机的但是他可以这个雷达可以看到伊朗的导弹发射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你导弹升空了，我这时候开始可以预警，开始追瞄或者开始准备击落，这个电脑会计算这个爱国者3我要拦截的导弹速度，开始可以计算所以你看到，当这个普鲁爪雷达还有这个萨德的雷达被击毁之后，伊朗的预警时间我们讲的从5分钟，最后只剩下1分钟，就是因为他没有预警时间。那地面雷达被击毁之后，他们现在用什么来替代？就这架E3预警机来替代普鲁爪雷达的功能。我飞在空中它不是指挥自己的战机作战，因为伊朗几乎没有空军了嘛，没有战机，但是它可以在天上。它的雷达可以先期去看到这个伊朗发射的导弹，然后提供给后面的这个拦截导弹开始做这个拦截的各项准备的工作。那这是第一个，所以影响是非常深远。我认为它的影响胜于击毁3套的爱国者系统。第二个来讲的话，伊朗这次打得非常的准你看它准到什么程度？你看，如果说伊朗没有把握来讲的话，他如果说只是为了要这个摧毁这架战机，他可以用集束弹的方式，我一片这个集束撒下去，我总有一发跟打散弹枪一样，我只要有1枚的小炮弹打到你架飞机就可以。可是这次不是，他很精准的命中这架飞机这个距离我量过，大概700公里那么远，700公里，他算准你这架飞机什么时候停在这个地方，他的导弹就是命中，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命中什么地方呢？他直接命中他的雷达盘。你有没有直接命中他的雷达盘，让你连修都没有办法修？所以将军这个是雷达盘，对，它上面顶的是一个雷达盘，那是最重要的地方。
你说，这个如果说是飞机机头被炸到，或机尾被炸到，或许还可以修。可是最值钱的就是那个雷达盘，你看它直接命中对吧？报销了。对，你看它打得多精准。那为什么可以这么精准？我相信这个一定背后一定有大国给他提供他及时的影像跟情报。因为你怎么知道这架战机在这个时间点会停在这个地方，让你的导弹可以这个很精准的命中这个点，而且是就像是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美军每次去打这个，他们认为打最准的是打日本的飞机，为什么？因为日本飞机那个国旗是一个红的，在那个地方，刚好就是靶心当做瞄准，是吧？他们就瞄准那个靶心来打。那这次是不是那个圆盘就被飞弹的靶子直接命中打下来？但是我觉得后面代表了含义这个美军真的你不要再去涉沿海打地面作战。我觉得这次打的机场叫做苏丹王子机场，在沙特，这已经是第2次被打了。第一次是3月13号那天被打架3架的加油机被击毁。这次同样一个机场，又同时这16预警机高架的目标的战机被击毁。你知道每次打空战，大家最重要就是打你后面那个目标，打你加油机，打你预警机，你前面战机反而不值钱。那这么高架的目标在同一个机场被击毁2次，代表美军完全没有敌情观念，也没有这个战斗的意识，所以才会一点警觉跟防备都没有。好，赖教授怎么看？双方现在都在积极的准备这个地面的一个接战现在看起来越来越紧张。美国的部队陆续都到了，31已经到了31远征旅到了，11远征旅目前在路中82空降旅是16小时内随时都可以到，所以他们已经越来越准备要接战，那也就是说伊朗在准备，美国也在准备，在还没有真正接战的过程里面，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川普他还在说我们还在谈判然后说我秘密的谈判，但是没有任何指向对象巴基斯坦等4国说我们还在等一个人的咖啡，就等这个伊朗来喝咖啡说愿不愿意谈判，可是目前看起来没有要谈判的意思。伊朗的政局稳定，您刚也提到了，伊朗的政局很稳定，所以美国川普的挑拨离间，例如说他们一直要煽动说他们是秘密的跟总统在谈判中，这些都基本上效果不大。可是双方在互相的轰炸，在这个轰炸里面，您特别提到了，也就是最赢得大家关注的就是E3这个空中预警机。美国E3的空中预警机现在只剩下16架左右，能够用的只有8架，也就是说它的堪用率是53%，一半，也就是说它的其他的一半，要不就在场维修要不就是使用完了以后要进场维修，绝大部分是在场维修的状态下，所以它的每一次执行勤务的时候的堪用率只剩下53%。可是中央司令部只有6架，那中央司令部也就是说整个美军的主力15架，很大一部分是放在中央司令部，给他6架。但是这6架里面，如果以堪用率我们讲说一半来说的话，那应该就有3架。那这次被打下这一架是可以用的，那也就被打掉1架以后，剩下2架。那剩下的3架很有可能是在待修或者维修的状态下，修好以后才能够继续使用。可是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发动机会发动不了，有时候会是这里有故障那里有故障，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当它现在的E3这个预警机在减弱的时候，它如何进行空中的支援作战？换言之，也就是说地面部队作战已经快要进行了，可是问题就在于当地面部队要开始接战的时候，它绝对的需要空中跟海中的援助，也就是空优跟海优来援助掩护地面部队作战是必要的。而在空优的过程里面，预警机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伊朗并不是已经没有空军了，伊朗是把空军，他如果跟美国的空军来直接交战没有优势，但是他把空军藏起来。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必要的时候他还可以打一场局部的战争。所以对预警机来讲的话，对于整个战区的作战，它就变成非常重要。因为空中预警机有点像一个指挥官一样，有点像一个下棋手一样。每一个战斗机，每一架战轰机，每一架轰炸机，它基本上都是棋子。在预警机的指挥下，他们知道自己的布阵在哪个位置。好，那您想想看，在91年刚谈到海湾战争，
海湾战争，老布希是炸了6个月，出动48小时结束这个战争。可是2003年的这个海湾战争，第2次的海湾战争，美国是出动13.5万个士兵啊，英国是出动剩下的总共16万，这次5万人，您觉得要打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好，袁教授怎么看？我觉得战争里面呢，发生战争有3样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你必须要打驿战啊。这个孟子说过，这个战争有驿战，就是你这个出发的理由非常明确哈。然后第二个就是士气啊，你士气的鼓舞啊。然后另外就是成本了啊，你打仗呢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我觉得美国在这3方面来讲的话呢，它这出发点的话呢就不够正义了啊，就跟着就一下把人家这个对温和的领袖给炸死了。人家只好换上他儿子，就变得激进的啊，就这目前的结果就这样子。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他们这个本身来讲的话呢，因为这个伊朗这个是一个宗教国家嘛，那自己的宗教领袖被干掉以后，那剩下的这个其实大家都可以了解到，你在任何一个模棱两可，就是不容易做选择立场的时候，就维持现状的情况下来讲，只有那个最激进的人才会出头嘛。这个大家完全可以理解。所以伊朗现在变成的话呢，就是原来很温和的什么佩泽西奇啊总统啊。或是那个外交部长啊、阿拉格契什么的，他们现在都变得非常激进，所以你根本找不到人敢出来代表伊朗跟美国协商。所以川普讲的话，我们不要评论，全部是假话啊。然后第3点的话呢，这个成本来讲的话呢，我跟你讲啊，穿鞋的是斗不过赤脚的啊。你看那个胡塞这个脱鞋军啊，然后那个赫兹布拉真主党啊，然后伊拉克的民兵啊，然后连叙利亚的什叶派教徒啊，他们全部都转过来啊。原来都说没了，现在突然一下，为什么来了？我跟你讲，很简单，原来没了就是藏到民间去了，现在突然一下感觉到说要拼命了，全部都出来了。那伊朗更不要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政权的话呢，是不可能做任何的改变。那我这个要讲到这个真实承诺4啊，两天前吧，就是86攻击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大啊。除了它那个结果，这个E3的这个空中预警机，它本身是来保护其他飞机，结果自己被打掉。那这个里面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而且看到 BBC 里面讲，它其他旁边，它停在机场，它其他旁边还有2架飞机也被打到啊，不是说只有它自己被打成这个样子。那这个里面的话呢，说明了几个重要的改变了。第一个的话呢，这个伊朗目前的攻击，今天我们这讲到第87了嘛，真实承诺4的第87啊。那么大家要了解到，就是伊朗它继续有这种反弹能力，这种反抗能力的话，打的是不对称战争的啊。那我们将军都承认伊朗打得不错。打得不错，至少就不对称战争来讲是打不错。第2点的话呢，美国一方面的求和，那以色列加大攻势，打到伊朗的话，一下下黑雨，一下整个天都没了，没电了啊！以色列为什么加强攻势？因为对以色列来讲，这个目标从头到尾都很明显。这美国搞不清楚，美国现在国内反对人一大堆啊！大家去看看那个 Robert De Niro， 我从小最喜欢的电影明星，那讲得非常激动啊，对不对？那个 Bruce Springsteen， 他们基本上都会觉得说，这美国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在替人家打一场这种莫名其妙战争，那这个内部来讲的话呢，也很麻烦。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说一句良心话，我真的很愿意讲啊，美军不是所向无敌的，美军的防卫系统也不怎么样啊。美军也没有办法克制啊，连以色列都被打成这样子了。美军我说句良心话，这个伊朗啊，希望也只有俄国帮忙啊。如果有神秘大国帮忙的话，那不要打成什么样子？所以这场战争会打很久哦。所以过去我们都觉得美国是军武大国，很厉害但现在看到这场战争，反而让他们自己的神话给破灭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们，持续带您讨论现在美伊的战情当然，这一个不只是美国跟伊朗，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以色列。好，以色列现在说这战争好像要收尾了。我们来看现在伊朗也袭击以色列的最大炼油厂。好，川普就有警告。好，我们看到伊朗对于以色列最大炼油厂发动攻击之后那川普就升高了对德黑兰的施压，甚至他也向他们的国会议长卡利巴夫下达1周的最后通牒，而且要说赶快跟我们美方合作，扬言自己很快就会做出回应这个很快不知道是多久，
可能是10天、半个月，不知道。好，那当然哦，现在以色列的军队啊，他也特别说啊，这战争已经进入到收尾的阶段，说接下来要打击的是伊朗的经济目标。这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说，以军将在几天以内完成对伊朗的所有关键军事生产的打击。好，那也对伊朗军事目标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好，所以转向打击伊朗的经济目标。那以色列的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更说啊，何时结束战争他们取决于川普。好，那当然，现在伊朗也在打脸说啊，美国根本没有来谈判那纳坦雅胡现在也不为战争结束来设时间表。好，纳坦雅胡是讲说啦这个对伊朗的战争确实明显超过一半的进程，但是他是拒绝为战事的结束来设定时间表。那我们看起来嘛，伊朗的部分它当然跟美国是对干的。那现在看起来以色列是蛮想继续打的嘛。那以色列认为战局是朝着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方向在前进，那让外界对于短期内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可能性，现在是采取着大大的保留态度。好，那川普的最后一击到底是为哪里呢？有人说就是哈尔克岛。好，现在川普威胁嘛，要彻底的摧毁伊朗所有的发电厂、油井，还有哈尔克岛。他说啊，美国正在跟一个新的、更理性的政权进行严肃的讨论。如果与伊朗达不成协议，就会彻底的摧毁该国所有的发电厂、油井跟哈尔克岛。但是他每次都说啊，在跟人家讨论，我也看不出来到底在跟谁讨论，因为每次伊朗都会再回击他打他的脸好，那伊朗的第一副总统则是警告美国说啊，川普你可以决定啊，是否向哈尔克岛来派兵，但能否从那边撤军将不由美方掌控，因为没有人能从地狱里回来。哇，这话讲蛮重的也就在警告美国，这个美军只要一进去，有可能就会被歼灭好，那不止空袭，现在前美军司令也曝光多年的夺岛计划。好，这是美国的军队的退役上将，他说美国多年来都是持续的研拟针对伊朗南海岸的地面突袭跟夺岛作战。好，那如果美军夺取像是这个哈尔克岛，就会重创伊朗的石油命脉。那军事专家则指出说啊，在海峡周边有7个岛屿连成的是防御之湖。那伊朗人视为这防御之湖是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就会让试图占领的美军难攻又难守，而且付出极高代价。那就算占领了，其实也会面临跟盟友之间的政治困境所以没这么容易。那现在在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 FBI 的局长他穿内裤跳舞的影片曝光了而且他私人的信箱被害。那这是有网友爆料说这次的骇客行动可能并非是伊朗策划的，那可能是美国有心人士伪造的外交冲突事件。那希望就是阻止美军可能对伊朗的哈尔克岛发起的地面行动。好，但我们还是很关心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和谈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有进展呢？川普是说我们有一个重大进展但是伊朗是打个0折不可能像白宫新闻秘书则是说给伊朗做一个第2次的机会那美军的任务会继续下去，直到目标完成。那预计在4月中旬就会落幕。那伊朗这边则说你们美国提出的15点和平协议非常过分、不切实际又不合理。那他们的立场很清楚就是一切的心力用于自我防卫。那伊朗的总统则说结束战争的决定取决在我们就是伊朗自己。那当然，他就是要维护我们民族尊严跟国家安全，还有人民利益的基础上。那伊朗军方则说，就是伊朗这边会决定战争的结束。好，所以一轮目前看起来和谈应该还是没有下文啦就看到底双方谁要先打。好，我们先问将军。你知道这个我们军事一定是听从政治的指导，因为政治目标定出来以后，然后政治来指导军事的战略。那军事有军事战略之后，才能够后续才指导你的这种战术的动作，由战术动作再来指导你的这种战绩这是一串的思维理则下来。但是同样的你的政治的目标也一定必须要得到军事的支持才做得到。你军事要得到支持的话，一定是你的这种战术行动要得到战术行动的支持得到你现在到底美国它的政治目标是什么？我们发现美国越来越没出息了。
从一开始他定了很宏大的目标，叫做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大家回想一下，在1个月之前，他开战之前，他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推翻伊朗整个这个神教政权，建立一个亲美的政权，这是他政治上的目标哈。那之后来讲的话，他就是要断绝你伊朗发展核武，然后不准你发展的这种导弹哈，以确保以色列的国安全。这是你的政治目标，那你依据这个政治目标才能订立你的军事行动的计划。你军事行动在订立你要采取什么样的野战战略的行动哈。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一变再变，他的目标已经歪楼了。我想川普已经歪楼了，他原来定的目标已经变了，他现在目标已经变成什么？只是夺取哈尔克岛。你会觉得他们夺取哈尔克岛只是断了伊朗的这种经济的来源，让他不能卖油。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说伊朗不能卖油，有没有可能让这个建立一个亲美政权？我觉得不太可能。有没有可能不让他发展核武？我觉得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哈，也不可能让他不再发展核武导弹，更不可能让他跟这个亲伊朗的这些周边的他的小弟组织啦，包括胡塞啦，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哈，这个建立这个同盟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很明显，如果从你一个战略目标短短1个月，你就已经做了那么多的改变，只证明你是很没有出息的。那你夺取哈尔克岛，我想说我们分析过很多了哈，你这是一个军事行动，那你军事行动必须要得到战术的支持，你才可以做得到。那现在战术上面你做得到做不到？我想说很多军事专家都认为你夺取哈尔克岛你做不到哈，在战术上面，在行动上面，第一个你要先整个舰队一定要通过荷姆兹海峡，在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过程当中，你就可能会遭受到这个伊朗的攻击。如果你舰队能够通过，你干脆在这边护航就好了嘛。你干嘛大张旗鼓去夺取哈尔克岛？第二个，你在哈尔克岛上面，我相信你可能第一集你可以夺取到这个岛，你2个这个2栖特遣队，再加上1个空降师，确实有能力夺取这个岛。但是夺取这个岛之后，我们都认为说你没办法固守，为什么？因为你这整个岛都是在伊朗现在这个25公里都是在伊朗无人机的火力的涵盖范围之内。所以你站得上去，但是你站不住脚哈，你脚跟站不住。那时候你在仓仓皇皇撤退，又是重演黑鹰计划的这种黑历史，又是重演，那时候悲剧可能又要再重演。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哈，赖教授怎么看？以色列去炸伊朗的黑兰的燃油库啊，造成了黑雨。伊朗反击以色列现在的最大的炼油厂，礼尚往来而已啊。以色列气急败坏，美国也气急败坏，说要对于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攻击，甚至要炸掉它的这个最大的发电厂。联合国已经说了，这是违反战争罪啊，他说可能都要移送到这个国际法庭里面来审理。那现在内塔尼亚胡已经被国际通缉了，但是问题就在于他老神在在啊，因为美国匹夫嘛。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国际刑事法庭敢通缉这个川普吗？连起诉都不敢啊！我想他们也没这个胆量，也没这个胆识啊。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国际上原来就是欺负小国、欺负弱国，而不是这个公平对待。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跟以色列有没有办法去阻止伊朗不要去炸它的这些大的炼油厂？没有办法。美国现在连自己最有价值的军事基地都保护不了。那以色列更保护不了它的民生设施了，因为连军事基地、连政府要塞都已经被攻击了。这代表什么？代表伊朗前一段时间的消耗战确实是有效的，因为它让美国跟以色列他们的防导系统的能力在减弱，所以他们只能够透过 AI 来演算哪一些基地是最有价值的，所以他们只能够遵节的使用。那这样的话，当然就会承受到更多的攻击。以现在以色列的情况来看的话，内外交困难。为什么？因为他原本认为伊朗很快的就会屈服、妥协、投降，然后甚至改朝换代，政府会被推翻。但是他们所预想的都没有发生。现在以色列的参谋总长自己承认，他们现在的军队濒临于全面性的崩溃的边缘了。为什么？因为从打哈马斯，1年多快2年的战争，在2次的对伊朗的战争，使他们的军队高度的被动员，高度的投入战斗，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形，再加上他们的经济、工业、财政，还有又追加这个预算100多亿，所以他们的 GDP 已经呈现负成长的情形，
经济的压力越来越大，财政的负担越来越重，军队的过度使用，现在内塔尼亚胡又要征兵40万人，然后又要开一个黎巴嫩南部的一个窗口，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也让以色列也已经到了受不了的一个地步了。那现在他们就是在看美国怎么做，可是我觉得美国也没有多少空间做了。为什么？因为他要看的是伊朗要不要给他做了。好，袁教授怎么看？这个我说一句良心话哈，美国很多人希望美国登陆哈里克岛，啊，那都是希望美国这一下子就垮掉的，啊，有一个最佳的示范，就2022年的时候，俄乌冲突的时候，黑海中有个蛇岛，俄罗斯的这个士兵啊，也是很神勇的登上这个岛，然后连续的不断被攻击，到最后啊，悻悻然大概也牺牲了很大，慢慢跑出来。哈里克岛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这个登陆作战啊，其实讲起来是损伤最大的，因为美国最怕的啊，也不是成本的问题，美国甚至不怕士气的问题，美国最怕的是死亡人数一直不断的上升。所以因为美国怕这个，连我们在这里隔得这么遥远都知道美国怕什么，所以说就会要用这种方式，就是伊朗要派出很多的人等着把哈里克，目前为止的话呢，美国经过哈里克岛的话呢，5000个陆战队，2000多个82的这个空降旅，另外再加上一些离线部队，合起来就是10000把人吧。我觉得伊朗这里有做好准备的话呢，因为我自己，因为我强调哈，美国有一些参议员呢，真的是对历史很无知啊。就是有一个参议员叫 Graham 啊，他居然呢就格雷厄姆了，他居然的话呢，把这个登陆这个哈里特岛讲成那个登陆硫磺岛的感觉，那个死伤有多重，你知道吗？啊，那讲那种话根本不负责任的。我认识的美国人移民美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准备死在外国的，那他们都是很有本领、很自私的人才会移民美国嘛，对不对？大家这个是美国最敏感的事情嘛。我成长于越战的时期啊，我在留学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美国人呢，他们都跑到加拿大去逃避兵役去了，你知道？那时候征兵啊，美国征兵的方法非常奇特啊，搞了一个366颗的球在这个滚筒中，每个礼拜天晚上就是抽，因为2月有29天了，就抽出一天你是那天生日的，你就要准备当兵啊，送到越南去啊。美国人的记忆犹新啊，怕都怕死了。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你要了解，要登陆哈里克岛的话呢，就为什么现在搞得这么犹豫啊？因为他们会知道这个就是个无底洞啊。你那死亡的人数下去的话呢，因为美国现在是想要用这种以暴制暴，用极度的压迫的方式逼伊朗投降，让美国有个下台阶，找个机会。就是美国可以不考虑以色列立场，以色列立场跟美国立场不一样，但是美国想要脱离这个泥沼啊，但是这里面所面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底下那张照片啊，他不是那个外交部的发言人，他是这个佩泽西奇扬啊，是伊朗的总统。他就讲了非常清楚啊，就我们伊朗本身有我们自己的原则立场，我们要说尊重啊，我们永远不能够被侵犯啊，而且另外的话，欺负我们的人要赔偿啊，那这个等于说是要干到底啊，那大家就还登陆不可能的事情。好，那当然大家一直讨论在美国到底会不会登陆哦，那会不会最后又如同川普常常的他口一样呢？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当然刚刚讲到了伊朗，哈，讲到了美国，也讲到了以色列。好，但是大家知道嘛，这一场在波斯湾的战争哦，恐怕也不是只有这3个国家哦深受其中。其实很多的中东国家被波及哦。我们看到的这个中东国家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好，他们的国防部发出了简短的声明说啊，他们的部队侦测到，而且拦截了5枚锁定他们国家东部省份的弹道飞弹。但是没有提及飞弹的来源。好，那当然伊拉克这边哦，则是在他们的国防部也声明了，说他们的巴格达机场的西侧的穆罕默德阿拉空军基地哦，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55分遭到了122毫米的格勒德火箭弹的攻击，好袭击哦，导致一架这个隶属于伊拉克空军的安东诺夫132运输机遭到摧毁，所幸没有人伤亡。好，那伊朗这次哦，还有个目标就是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好，那当然海水淡化厂对于沙漠国家来说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呢，这个海水淡化厂哦，当然这个攻击受损之后，有1名印度籍的工人因此丧命。好，那他们的
的电力哦，还有水利跟再生能源的发言人说啊，应变跟技术团队都已经立刻采取行动。那当然也有一些影响的方式要来控制，确保遇袭地点的安全。那科威特全国的电力跟供水网络依然是维持着稳定的运作。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海水淡化厂确实也威胁到科威特大概90%的饮水命脉。那目前伊朗的联合作战指挥的部门哦，有特别宣称说，以色列政权近期是以伊朗做挡箭牌，朝着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来发动攻击。那充分体现犹太复国主义的卑鄙跟堕落。好，所以你发现了吗？本来是说伊朗袭击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但是伊朗这边的人认为是以色列的政权哦故意为之哦，还把它嫁祸给伊朗。你看战争就是这么的无情，而且这么的可怕。好，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是不是想要赚一个战争财呢？先看到白宫有证实哦，说川普啊确实有想要阿拉伯国家支付伊朗战争的军费。好，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哦，就大家就传而已。就现在是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嘴巴哦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川普啊对于要求阿拉伯国家负担伊朗战争的费用提议哦，有浓厚的兴趣。但是我不会代总统先行宣布想法。好，虽然没有宣布哦，但已经讲出口了嘛，哈，也就是呢，川普证实哦，这是他脑海中的想法，只是还没有变成是一个确切要做的事情。好，那美国防长却报现在还有内线交易。这是《金融时报》报道说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啊，他的证券经纪人竟然在美以联军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前几周，想要大手笔的投资主要的国防公司。好，消息传出之后，引发外界对于利益冲突的质疑。那对此，五角大厦拒绝发表评论。好，但是呢，赫格塞斯可能也觉得没什么哦，川普都可以这个随便自己在社群媒体发文哦，带进带出了，我应该还好吧？好，那伊朗的议长放话说，别信川普的发言哦，投资想赚钱得反着做。我们看到卡利巴夫哦也是蛮厉害的哈，他说啊，华府在美股开盘前每次都放出一些消息，是获利了结的圈套，是一个反向指标，所以要在他们拉高价格的时候做空哈，也就是卖掉；好，出货的时候做多，也就是赶快买进。那说不定卡利巴夫现在看到这样，他自己也在做嘛？哦，有可能哈。好，那美元的霸权终结了吗？哈佛教授有预言哦，说啊，人民币5年内可能会成为全球的储备货币。好，这位国际经济学家是罗格夫，他谈到中方近期公开的提出将人民币打造成全球储备货币的宏观愿景。他认为，一旦人民币迈上了储备货币的征程，那外国投资者势必就会展现出极大的热情来响应中方的号召。好，那这可能也是美元哦，美国这边最担心的。那现在川普啊，还是持续的做白日梦哦，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川普最近在内部会议里头有向他的幕僚透露说啊，要准备好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即便是关键的荷姆兹海峡，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实质封锁的状态。那伊朗的副总统则说啊，伊朗现在哦，他们呢是美国跟以色列是祈求跟德黑兰协商荷姆兹海峡的问题。好，那贝森特美国的财长则讲说，美国将重新的控制荷姆兹海峡，恢复自由的航行。好，现在看起来啊，这个美国跟伊朗各说各话，但是大家最好奇是不是川普最后又会塌口了？好，我们先问赖教授怎么看？先看一下这个沙特阿拉伯、沙地阿拉伯啊，沙地阿拉伯它也是苦主，但是它的状况还好，它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它在境内的美军的军事基地被攻击的比较严重，但是对于沙特阿拉伯自己本身的民生的设施被伤害的比较弱一点比较轻一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沙地阿拉伯到现在为止还很克制，不介入这场战争，而且也愿意跟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来劝和他们还是坚持在走这条路。可是完全支持美国的，像科威特、巴林、卡达、阿联酋，他们的情况就比较惨了可是这些小国他也不太敢直接介入跟伊朗的战争，免得变成是他跟伊朗之间的战争。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比较支持美国的国家，它本身被挨打的情况就比较严重了，特别是阿联酋的情况就蛮严重。卡达我们也知道，他把他的天然气厂已经关掉了
啊，要1个月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再重新启动，大家也不清楚啊，也都在观察说会不会启动。如果不启动，坦白说，对于我们的半导体就有影响了，因为它本身也生产氦气，氦气也是我们半导体重要的原料之一，而且我们有很大部分还是要从中东这个地方来。那如果天然气、石油都进不来，我们看到李在明他说他已经真的是睡不着觉了。不过我们台湾的赖清德睡得还蛮好的啊，那就继续睡大觉去吧啊。我们也希望您睡得安稳一点啊。那但是我们的油价在涨，我们的压力也大。那如果天然气的压力也大，我们更担心的就是哪一天台湾开始在缺天然气了，那这个我们的生活就紧张了。那要不就是哪一天宣布这个单号的车尾数可以上路，双号的车尾数不能上路就是每隔1天，那就代表我们缺油已经缺得蛮严重的。那这个都是未来的事情。有关于赫尔木兹海峡，我觉得跟美国说我要去占领哈尔克岛是一个相互纠结矛盾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各位想，如果真的美国控制了哈尔克岛，断了伊朗的经济命脉，那伊朗的油卖不出去，没有油了，国际油价不是又高涨吗？这不是就违反了美国的矛盾吗？美国为什么现在让伊朗在海外的1亿多吨的油可以卖？就是因为他想平抑油价嘛。那你又把伊朗的油断了，不让他把油出去，然后你说我这样可以断伊朗的命脉，然后但是呢，你又可以同意伊朗去卖他1亿多吨的油，可以赚100多亿到200亿美元，这个有点纠结哈。这是我觉得矛盾的第一件。第二件就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抖露出来说，美国已经评估了，如果他要把赫尔木兹海峡要打通的话，要超过6个礼拜的军事动作。可是川普的底线是6个礼拜，那所以他们打算弃守。可是您知道赫尔木兹海峡，伊朗现在已经开始收费了，那1年它的收费可以800亿到1000亿美元，比他卖油全油的1年的油都还多，所以他没有油，他收这个过路费就赚得饱饱的了。哇，真的是非常好的生意哈。苑教授怎么看？好，我跟你讲大家要了解这个美国其实没有国防部长，叫战争部部长，在海格塞斯他这个炒股票的嫌疑这个连包含这个川普总统在内都已经被发觉了。有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叫克鲁格曼就曾经就直接指这个是非常不道德的，就是因为你这个比那些交易还可怕。你自己搞不好他们在制造消息出来，因为什么叫 taco 就是炒股票的原则嘛，就大家想不到，突然想要准备打，为什么大家想到原来 taco 第一次的话这2天内48小时，然后变成5天内，5天的话呢要打伊朗的什么电力厂什么能源什么的，这打的话呢，能源价格上涨的话呢，这个很明显原油价格会上涨，制造紧张趋势。我说句良心话，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事情，因为这个是拿这个大家一起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伊朗的这个卡利巴夫他们的议长的话来讲的也很好，就说我们伊朗有把握、有信心会倒过来，你只要倒过来操作，这个还是勉强维持了一定的优势。另外，我要强调一件事情我觉得以色列的打法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狠的。通常来讲，我们在战争的轰炸当中有4个地方了其实很多地方像学校啦、医院啦、平民啦，还有历史古迹这个是不应该炸的了。但是以色列现在根本都不管这些东西所以以色列前不久的话还炸了这个德黑兰的这个科技大学，然后就说这个科技大学在这个浓缩铀上面有帮助、有提炼、有什么的。好了，那么这个造成这个结果的话呢，现在伊朗讲说要针对中东所有这个地区我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那个中东地区的那些石油土豪他们很多人都懒得留学，就叫美国好大学到那边去成立一大堆学校了你讲的什么哈佛、耶鲁，在中东地区都有分校在这个杜拜什么的，他们都有。那么伊朗现在要针对美国的学校要开始轰炸，所以他的这些学校通通要变成这个线上上课，就不敢上课了。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那再接下来的话呢，那个伊朗有很多它的文明古迹也被轰炸了以后，我都不晓得伊朗会不会把导弹弄到耶路撒冷去那这个是大家就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战争的事情只有越打越激烈，越打越杀人杀出了红眼。所以你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那讲到那个赫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我觉得目前为止美国当中川普讲话不能信，李维特讲话不能信哈格塞斯讲话也不能信那个贝森特讲话也不能信，听都不要听这个听都不要，也不要做评论，就这种情况。
好，所以在苑教授眼里看来，美国没有一个人能够相信哈。好，李贞杰将军，这个伊朗战争刚开打的这个2月28号那天哈，我们很多人的评论角度，因为像我是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后续可能的发展哈，像赖教授是从国际的眼光来看，也有从能源眼光来看，但是我发现我们大家都错了。因为川普他的决定，他是按照股市的起伏来做判断，来放消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每次这个放出要打的消息，甚至228那天是礼拜五股市收盘以后，他开始动手。等到这一波这个石油涨上去了，股市跌下来了，他开始又放出说，这个要停战的消息，然后收割一批韭菜哈。所以刚开始大家都这个，所以我们用不管是你这个用正常的眼光来看待来评论这场战争，其实都是不准的。那现在这个川普更直接明的讲，他说如果说要和平的话，叫这些国家总共要交2.5兆的美金给他。那如果要打的话，更多是5兆美金哈。所以看这些国家到时候抽不出来这些钱来给川普了。但是我们很明显看出来，这场战争已经走入一场所谓这个已经不受限了，已经往外扩张了哈。第一个就地区来讲的话，很明显的，除了说中东地区海湾的产油国之外哈。那包括以色列，甚至以色列北边的黎巴嫩真主党，甚至胡塞组织在前天也加入这场战局哈。所以战争的就地区来讲的话，范围已经扩大，就打击的目标也非常明显的扩大。以前大概一开始的时候只针对军事目标来打击，但是慢慢的我们发现到，就是不管是美国、以色列哈，已经开始所谓攻击所谓能源设施哈，这个甚至于刚刚我们讲了，川普甚至于扬言要夺取哈尔克岛哈。这很明显是将整个军事的冲突已经扩升到经济能源的冲突，现在更严重的扩展到民生方面哈。你看看这个以色列现在攻击所谓电力设施，打击伊朗的电力设施，不就是对民生来做打击吗？那你打击伊朗的民生设施，我相信伊朗也会对等的对你报复。现在不就是打击科威特的这种海水淡化厂吗？你知道打击这个中东地区哈，他们以前本来就是沙漠地区。它的淡水是有限的，以前大概还可以过日子，这个在牵骆驼的时候还没有问题。为什么那时候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这种石油工业嘛，没有那么大的金融的市场嘛，哈，所以那时候还够。那现在很多国家，不管是旅游业或者是金融或者是石油工业，都在那边去设厂，用的人更多，你需求的用水量就更大。那如果这时候这个海水淡化被打掉的话，我觉得对中东国家影响是非常大的。在这个第二次波湾战争的时候，这个伊拉克就曾经将油全部倒到科威特的海里面，让它连海水淡化厂都没办法运作。那个时候科威特必须要靠买水来过日子，所以那以后这种情境会不会重演？大家不要忽略了，其实最缺淡水的，其中还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它虽然说是有约旦河的水可以用，可是远远不及它国民所需要，它所需要的水还是要很多，有70%以上还是要靠海水淡化厂。当这个交战双方都对对方的这种民生设施来实施攻击的话，我想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增加彼此的仇恨感会更高哈。